产品会自己讲话，我们要把产品进到足够便宜的价格。所有人都猜对了，小米2代。我相信全地球人都知道，依然1999。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做每一个人都能买得起的好的产品。做最好的手机只卖一半的价钱，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智能手机。彼时的小米朝气蓬勃，颇有些挥斥方遒的感觉。这个新生品牌希望用互联网思维来改变中国整个手机行业。没想到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品牌，在短短几年之中，就在竞争激烈的国产市场硬生生的站稳了脚跟。从一国小米粥到世界500强，如今的小米已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作为一个智能手机起家的厂商，每一代产品的设计与决策都至关重要。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小白测评成王败寇系列。本期我们主观盘点一下小米时至今日3款成功与3款不成功的机型。主观最成功的小米手机第一台小米2，它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机难求。有了小米初代的经验，迭代之后的小米2有了更好的质感、更窄的边框、前黑后白的经典熊猫配色。那句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在小米2上稍微收敛了一些。出色的性能，全贴合 720P 的屏幕，补齐的前置镜头，让小米2在当年所向披靡。从这一代开始，小米被人们叫做水桶机。次年发布的小米 2S 升级了1300万像素镜头和骁龙600。激进的调度让小米有了最强游戏机的名号，而从这时起，小米也正式开始了为发烧而生。不过毕竟是刚起步，供应链和资源整合能力并不成熟，小米24的产能依旧非常着急，饥饿营销的名号也就起飞了。于是大家调侃机圈多了一座花果山。好吧，我承认我就被耍过。经过了3款机型，小米知名度彻底在机圈打响，也从这代开始进入大众视野，逐渐被大众熟悉。经历了3代设计上的失利，小米可能自己也明白了，胡乱设计和没有设计都不行，所以雷总开始了一块不锈钢的艺术之旅，小米4诞生了。缩窄边框，提高屏占比，颜值是相当高了啊！普普通通的奥氏体304在包装之下瞬间显得高大上。当时成本极高的一体式 CNC 加金属喷砂工艺，屏幕与边框之间改为了 0.05 毫米的点胶保护层，看起来确实精致不少。可更换的聚碳酸酯和木质后盖算是材质上的大胆尝试。夏普和 GDI 提供的5英寸 1080P 84%的 NTSC 广色域全贴合屏幕，在当年也是妥妥的旗舰配置。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了1999。经过了前几代没有设计和做工平庸啊，米4在前辈的衬托下完成了一次彻彻底底的工艺和设计的进步。同时，小米对供应链也越来越有话语权。一块钢板的艺术之旅，这句深入人心的广告语也能看出小米在设计和营销上有了紧密的配合。不出所料，小米手机销量也在当年直接问鼎了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主观最成功的小米手机第3台小米6。如果说米4是小米注重设计的开始，米6在当年可以说是小米的设计巅峰了。4曲面后盖与中框浑然一体，消失的 logo， 不凸起的镜头，绝对称得上精致。94.4% 的 NTSC 色域屏幕，素质优秀。被诟病的拍照也追上来了，主摄还加入了光学防抖，并且作为国内首发的骁龙835机型，比同样搭载835的其他品牌机型早开卖了近1个月。这或许是小米6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再局限于1999的小米6，在配置和工艺上都更加大胆，并且在各方面都做到了均衡，以至于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再有一款手机激起米6用户的购机欲望。毕竟买新不买旧，除非小米6。如果正在看视频的你还有在用小米6的啊，可以扣分6啊！不知道你的米6还能再战几年？我们现在回看，其实同时期的小米 Mix 2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代，性价比是小米在手机市场中站稳的基石，同时也成为了小米冲击高端的掣肘。小米不可能永远打着性价比的标签，所以也推出了 Mix 系列。2代 Mix 基本把1代听筒啊、比例啊等等各种不成熟的问题都给解决了。优秀的设计配合完善的硬件，加上一点性价比，大部分人都拒绝不了这样的机器。在说主观失败的机型之前啊，要提一个特殊的机型米8。要不是设计人员还保持着一丝理智，米8估计会像素级的复刻 iPhone。苹果手机设计师乔纳森直接艾特小米官方，并且附上图片说，小米8看起来如此熟悉，至少下巴是创新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小米8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安卓手机之一。仔细回想啊，在这一时期的手机厂商普遍偷了个懒，并不是只有小米一家这样做了。
小米8只是做的太极端了一些。其实这种角色上的偏激模仿，很多国产厂商都经历过，包括华为。毕竟大家都是从模仿到超越，没什么可喜的。这样的米8认为成功的可以弹幕1，反之弹幕2。OK， 主观认为小米失败的机型第一台小米5。一开始我们想的是小米3，但是这台机器仔细想一下，除了设计丑点，似乎没什么问题。最后我们选择了米5。它的做工用料其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在当年过度追求极致轻薄，让小米5非常容易变弯。你当年购买的小米5弯了吗？骁龙820让一贯以来为发烧而生的小米又发烧了。火龙2代的名号大家应该听过，虽然小米5的调度明显保守了一些，但能耗比的拉胯让本就电池不大的小米5续航非常着急。如此一来，让当时非常极客化的小米5一下就失去了2个强有力的卖点。这一代也是小米最后一款入门定价1999的数字旗舰。主观小米失败的机型第二台小米9。米9的水滴屏设计并不出彩，但好在放过了 iPhone， 估计苹果也松了一口气。在当年的机圈里，米9可是一点都战斗不起来。首先就是3300毫安时的小电池，加上这一代发热控制也并不是很好，导致米9的续航极为不给力。后来还和荣耀 V20 打起了口水仗啊！小米说米9的电池完全能超越4000毫安时的 Mate 20 Pro 和荣耀 V20 啊！荣耀这边嘲讽小米，再厉害的专家也不可能把3000毫安时的电池优化成4000毫安时。小米这是欺骗用户，反倒是当年红米的 K20 Pro， 无论是设计还是续航都更像是真旗舰啊！这代的米9没有光源防抖，没有防水，没有高刷屏幕，设计上也不出彩，即便后面发了 Pro 版，也没能在那一年的机圈成功突围。主观失败的小米机型第三台 Mix 4，说出来这个机型可能反对的小伙伴比较多啊，主要浪费了 Mix 在用户心中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而不是这台产品本身，因为它毕竟后面大幅降价了嘛。起初 Mix 4的各种爆料拉满了米粉们的期待，但最后由于一体陶瓷机身的局限性，确实妥协了太多，整体配置相比于11 Ultra 都寒酸了些。纵使屏下技术的研发突破了1元，但放弃前摄画质还没有 2K 屏幕，后面马上跳水的价格也证明了市场的冷漠。研发成本并不是用户关心的，用户关心的只有作为探索未来的旗舰，你是否真的足够旗舰？它有探索吗？确实有啊。但 Mix 3为了滑盖妥协 ，Mix 4为了屏下摄像头妥协，妥协无可厚非，只是妥协的太厉害，明显不是好的决策。加上 MIUI 12.5遭遇了一点点 bug 的危机，小米精心塑造了4年的高端探索旗舰系列啊，就这么感觉有点跌到了谷底啊。经过这次 Mix 4的跳水，下一次再想要用户再对小米的高端探索机型提起兴趣，充满期待，那将愈加的难上加难。产品只要降价就没啥问题，但错失的是小米又一年冲击高端的时间。细数小米的历代机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小米日渐成熟的设计和洞悉行业走向的能力。你用过哪台小米手机呢？可以打在公屏上。许多人调侃啊，说小米不就是一个硬件整合商吗？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即便是硬件整合商，小米也是做到了全球第2的硬件整合商。而且做好一个硬件整合商有多难，看看坚果就知道了。小米4、小米6的成功，营销也至关重要。调侃友商也好，营销耍猴也罢，这些在商业层面似乎都无可厚非。小米的10年，说白了也就是国产智能手机的10年，我们能够买到价格优惠的安卓机，甚至山寨机的消逝，小米和红米确实是功不可没的。小米作为国产机的配置模范，售价灯塔，偶尔一代产品脚步稍微放慢一些，就会立刻吃到苦头。小米性价比的属性已经深入人心了，但这把双刃剑的负面效果正在显现。在品牌分开之后，反倒是红米旗舰这边啊，在售价、设计、配置之中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平衡点，看起来还是骆伟斌更懂得妥协的艺术啊。价格分开之后的大哥小米啊，说是放飞了，但似乎又出现了高端化的迷茫。安卓之光啊，似乎很多人都是在调侃啊，MIUI 作为曾经的优势，也开始变成了开玩笑的对象。华为出事以后，其实我们都能明确地感知到，国产其他品牌并没有接盘的能力，不单单是小米，整个国产手机的高端之路都任重道远。我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OK， 这期视频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不忘点赞，下期。